丢丢丢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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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丢丢丢丢丢丢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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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放下去。哦，有拍到吗？应该有吧？怎么样？i4 Plus 哦，8000块的锅啊，嘛是会长的啊，莫叫是好锅啊，袂长的。Hello， 今天来节后所在，我是怪兽山椒的小比。我们今天来松柏港，这边算是松柏港北堤的北边。这一段的沙滩还是会有一些礁石区。我们在退8退9的时候，这边先钓一波。钓沙梭这种鱼种，你要用任何的钓竿来钓都可以，只差在说你的感度是不是你需要的。因为像钓圆头，他们所使用的钓组可能一次是20门，小比不会玩圆头，然后就算我拿圆头竿，我可能也丢不远，所以我的习惯还是使用海鲈竿。如果你有其他的钓竿的话，也可以玩沙梭，但是你就自行要去配置说适合的重量、适合的连钩去做调整。那基本上你也一样可以玩沙梭，玩得很开心。今天我们所使用的钓组 L 型的改良式天平，铅锤的话就是看你自己使用的竿子。今天使用的是Daiwa的 Daisy 海鲈竿 90L。Daisy 这一把竿子，它的负重是5克到28克，不用挂太重，所以我挂的是6潜，其他的竿子自己要去做调整。然后我们配一个台湾之光欧古马凯莫斯，其实就可以玩得很开心。下面的钓组就是我连钩的4号秋田虎，红色的哦，记得一定要红色，红色还是比较好用。即便你的虫饵被吃完了之后，红色的这个钩子它还是多少有一些引鱼的效果。今天都使用腌制的青虫，腌制的青虫的话，它的口感会比较韧一点，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烂，因为青虫跟红虫其实都有同样的问题，都蛮容易烂，会没有那么耐咬。跳虫还是最好的，但是跳虫在台中真的比较难买。5连钩最下面记得加一个这种小夹钎，记得打一个单节或8支节都可以，大概差不多3B 到5、6B 左右，其实就够了，就是不用太重，可以让你抛投的时候会比较顺畅，就是抛投出去的时候你的线组比较不会缠住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这个钓组在拖回来的时候，第1门到第5门它都会是贴着海底的方式拖回来，贴着海底的方式拖回来的时候，沙梭的救饵率就会提高非常多。这是一个钓沙梭最简单的一个钓法。咱们的小龟大大不知道又有什么新的美感。你用的天平不一样这沙梭用的，钓沙梭这东西越来越流行了，这款弯月抛投的时候它这个比较不容易插落去。那我这个可以凹吗？我们也是用这个啊，但是现在比较流行这种弯月型的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个比较软，这比较软，这比较软。男人怎么可以软？阿贝有感觉吗？阿贝，刚瑞，好小只哦！你有没有这么堕落？这边拖太慢，是不是都会被潮水咬走啊？对，所以要拖快一点。而且这2天我在钓沙梭是很慢，所以意思就是自己拿捏。开湖，一只，好悲情。你在干嘛？很漂亮。你是要养起来的意思吗？它可以淡化，所以你要养起来淡化，养到肚子了，养到灯管大，然后再吃。养到肚子就不用死在一起。给掰，带了一个小饲养盒来，要拍照用的，沙梭拍起来是很漂亮。基本上有钓到鱼，我都觉得很漂亮。没有钓到鱼也漂亮不起来啊。哦，抽到你了？没有啊？为什么？你敲到吗？有拍到吗？应该有吧。昨天断一只，今天又断一只。这一只之前有敲到吗？因为你只有抛而已啊，瞬间就没搞断。干，i4 Plus 的呢？啊，你还有带其他杆子吗？打电话给朋友了啊。靠北！小朋友一株。史上最悲情，流水还没完全到的时候就断竿了，还好找得到人，难怪他跟我们的一张哥是好朋友啊！然后没，
哇，我最近跟他一起钓鱼，感觉怪怪的。手不要 CI4 Plus 哦，8000块的锅啊，嘛是会长的啊，莫叫是好锅啊袂长的，我4000块就算到那边。都是刷锤啊，还有反应都是刷锤。1、2、3、4，应该就4只了。啊，像摆着就过来了。请你在胡啦！我认真看嘞，我看很久嘿。看你当地人的还会被我骗？哦，有，两只，大哥没完。上面挖那个下出了，里面那个嘛。哦，那个眼睛要很好啊，那个眼睛要很好，长得跟石头一模一样。对，一种蛤蟆。我知道恰吃亚啊，可是这边是在石头里面。那个石头缝，那个石头缝，还有搬石头然后挖那个洞。但好累哦，没有啊，我之前在云林那边挖过啊。云林那边？奈良那边挖很多。有吗？有。你该不会是做紫色那个吧？不是，一样是恰吃亚，它是壳是黑的啊，然后边也是白的。对啊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哦，粘的不一样。你可以去看小车，它很漂亮。会不会这样子都是大吧？啊，它什么颜色都有。一样叫恰吃亚，很贵，很贵。那个是欧五。我有下面叫恰吹亚，哦，这种哎，哦不一样哎，哦中部这边这种叫恰吹亚，这有呀，我是刚刚就跳没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真的跟石头好像，跟石头好像，我说没办法，这样眼力要好。9头嘞，看有，这欧料也串的，大哥厉害，还是要去等看一样，就欧了欧哎。那个海瓜子也是这样子吗？也是这种地方。海龟子啊，因为应该不是应该用个北部啦，你知道啊上口啊，啊，嘛是沙波，不是这种啊。嘿，哦，这跟他讲这欧伊利的，有，我不会变，会看袂较好吗？还这缅甸，这还讲呢，卖讲，对啊，啊有够哦，小区的，真正这跳嘛，大哥膝盖还好吗？今年跟朋友去欧啦，欧个咖啡等你。原来中部的恰吹亚是这一种，大哥祝你丰收。啪！我基本上这种沙梭它都是在比较底层，你看它身形三角形的状态，所以它都是贴在海底在那边觅食。如果你的钓组是偏离水底的时候，它比较不容易咬到。刷水被寄来，今天整海的这个刷水一直被盗了。那就到我老婆那么来啊？哪一个老婆？哪一个老婆？一个老婆。但是很多小三这么早来干嘛？本来就是约7点要钓竿那一下啊，8点就干了啊。干那赛啦，干那一下。干那底。干那底表示林北卡北鹤。喂，你的干姐嘞？你的干姐嘞？还好，没有射出去不回来了，回去要洗杆子，不然里面在灌水。不愧是好朋友、好弟弟，一个断竿，一个飞竿。那等一下有手机就断掉。杆做断了，然后直接啪沿路打珠子上去，咚，我们那么早来到底要干嘛？现在才开始咬，喂耍水都喂掉一半。再来，我的小朋友有吗？没有吗2只、对啊3只、2只加一个尾签。看真的水是烫的，这些鱼都不会被煮熟的。阿玲，你热水澡喽。7分钟啊，这边大概有40几度了吧。今天的天气是真的有点太热，现在我脚踩这个浅水区，温度应该差不多有洗到水的那种温度，然后所以鱼的咬口的反应就都没有很好。这个季节来讲，它并不算大梭的正季，老说大梭就是要抛远一点，才有可能在某一些区域有办法钓到。像今天我们玩这种小搞搞，哦，不要想了，玩开心就好。我们在想应该是水太热的问题，这些梭因为水热的关系，它可能会躲到更深的地方，更深的地方你就要抛得更远。可是像西岸水都浅，所以相对你要抛得很远才会有一定的深度。朋友在讲说，这边其实钓最好的还是涨到4以后会比较好。像我身后这个，他是说大概水要涨到快接近那个风车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。可是还是要看啊，因为水这么烫，我也不知道反应会不会比较好。前面那个阿贝已经坏掉了，阿贝，
你知道挖茅厕吗？一个放弃治疗的人，以后钓不好鱼的时候哦，记得自己找一块风水宝地，把它自己埋起来。不要像这个说哦，最近哪里了，随便钓都有啦，来路啊，结果来啦，拢是刷水，规海的刷水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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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现在应该差不多涨6了吧？那我们干嘛那么早来？嫌拍无够黑哟！太久没晒太阳。丢丢丢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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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越来越厉害了。他流水到了，这个人没有技术。哦，丢丢丢！有咬。对啊，会一落水就咬啊。刷水。乌鸦嘴，我看你表演满弓刷水。如果你丢的时候一落水啊，你就发现已经开始抖动了，就不要收太快，慢慢收就可以了。就是说你这时候收太快的时候，有可能就会让你的钓主离开那个沙梭群，因为沙梭的习惯它还是一群一群的方式在觅食。如果你丢的时候发现有讯号，慢慢拖回来就好，真的不要急，但是也不要停下，因为停下来一定会被吃光，然后都不会中钩。然后基本上只要有反应，慢慢收回来其实就够了。下降，哦！那我觉得今年应该要带 UL 竿来玩，带 UL 竿玩应该蛮爽的，用2钩就好了。丢！能这样？我觉得玩沙梭最辛苦的就是要一直换饵，一直换饵。也不能讲说一直换饵，应该说一直加饵啊。你现在像这么一点点的哦，就不要用了。但是你就是要一直再加新的，它比较鸟摸的可能就会换掉。浪脚。沙酱。有一种男人就是帅，可以把老婆带来之后，然后丢在后面，就不管他。这回去不知道罚多少钱。请问一下，大概是花多少钱？是 Coach 包还是国新包才有这样子的礼遇？一年买2套 Coach，一年买2套 Coach， 那可以买几颗皮的啦。就不要提了。这种男人就是帅，有钱可以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差不多长8了吧？长8了。可是好像前面那一波比较好一点。对，6、7还算对。长8之后就好像开始花摇。这边热带小小。很久没有晒太阳了，纵观全世界，现在可以这样晒着太阳，然后来钓鱼，应该也没几个国家了。没有几个啦。所以要知足啦，我们真的要知足。口罩戴好。抢儿子的口罩，你看那么可爱。回去这里来。回去瞎说，火开。中途去掉，火盆带大盖饭。放心，我一只都不会处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回去找那个日料师傅啊，请他弄啊。来上班了吗？啊，今天夜班。啊，咱们都下午拖到晚上啊，他们配合船。啊，所以是在做什么？就拖下杂鱼那个啊。哦。船进来他们。哦，终于大一点点的。有一次就有2大箱摆在那边嘛，然后还在等。然后我朋友刚好坐在旁边在那边晃饵，拍一张照，然后就说，点爸说刚刚好就好。2大箱的下杂鱼，然后自己钓的嘞。哎，都是小朋友。我就叫你爷爷来，走。能降！好了，今天流水没有那么好，今天这样子退8了，一路钓到涨10了。
所以算好流水再来就好了，不要像我们这么困懒。我觉得有时候话不要讲太满。每次我们去钓都很好。对，每次他们去钓的时候都很好。因为我很多朋友都这样跟我讲，哎，看哪里大摇哎，然后我今天要钓到什么了，然后快过来，然后就没有了。干嘛一定要早上8点来？跟我讲。好久没钓，想钓进去。钓沙梭好不好玩？我觉得钓沙梭其实蛮好玩的，虽然它可能没有什么拉力，可是其实沙梭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鱼种，它可以简单的酥炸，或者是说干煎，它其实就很好吃。但是我觉得有更好的料理方式，所以我们要去请教一下阿伟师傅，试试看日本料理里面沙梭到底可以怎么样料理会更好吃。因为要拍摄这样子的题材，才有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坐在吧台前面，然后看师傅料理，从鱼开始杀、处理、料理步骤，然后到吃。忽然给我感觉我好像在吃法式料理，因为鱼要处理的比较久。没办法，鱼太大只了，真的是考验我的腰耐力、耐力、腰力、眼力，腰快不行。沙梭太小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为什么这么有嚼劲啊？这些炸天妇罗应该非常好吃，但是要吃好几次才有感觉在吃东西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突然觉得阿伟师傅好辛苦，他拉这么久，我几口就吃完了。我要先重申一下哦，沙梭本来就没有那么大了哦，我已经有尽量的挑过了。感觉好像丁香，丁香吗？对，跟丁香差不多大小。还好不是布拉提。你会觉得这种料理就是应该要配一下啤酒？对，好想喝啤酒。没有酒精，没有负担，想喝就喝。哈喽，我是怪兽山丘的小饼。怪兽山丘要开始迈向下一个里程碑了，我们要开启会员模式，但是会员跟非会员到底有什么差？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什么差。也许未来会有一些福利，只是说以现阶段来讲的话，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部分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先将会员的模式开启。会员模式的开启的话，可以做一个小额捐款，让怪兽山丘可以多一些的营运资金，继续让频道产生更优质的节目内容。增加一些预算的话，我们也会继续投入到摄影的装备上面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开启会员。如果你有兴趣，然后有余裕的话，每个月有一些小额的赞助，那其实对怪兽山丘来讲，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小米跟金宇会由衷的感谢大家，好，感谢这些亲爹干爹们。如果你喜欢怪兽山丘的话，欢迎加入会员，然后小额赞助一下。那如果说没有余裕可以做这些小额捐款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每一支新片或者是说直播的时候，都欢迎来聊天留言。在怪兽山丘未来的路上，希望一样一路有大家，一路有干爹们，一路有亲爹们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